车内变得安静，很快就传来了林健打呼噜的声音，他睡着了。喝醉了是容易入睡。月华调高了车内的空调，怕睡着的他会着凉。刚才两人的话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没有。月华是希望林健能放下对曾小雅的感情，曾小雅不可能接受他。如今曾小雅身边有个战先生，他虽然没有见过战先生，从林健嘴里得知那个战先生颜值很高，家里条件如何林健暂时不知道。不过万盛街一条街的商铺都是战先生堂嫂的，林健总是说战先生就是个啃老啃哥啃嫂一族，没鬼用，就是仗着长得好看到处骗女孩子，说曾小雅会被战先生那张俊脸骗了，还抱怨他天天去曾家诊所，都哄不住曾二婶。曾二婶一见战先生，明显就偏帮着战先生了，怪他们女性同胞是颜控，对帅哥就是包容。回到了林健的住的那个小区，月华开的是林健的车，能直接开进小区里去。他是林家诊所的护士，在林家诊所干了几年，又爱慕着老板，对老板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。他直接开车进了车库，找到林健买房时一并买的车位，停好了车，然后推着林健叫道：林医生，到你的住处了，你醒一醒。林健睡得香甜，任他推他都没有醒。月华无奈只得先下车，绕过车身来到副驾驶座前，拉开了车门，探身入内，吃力地将林医生扶下车。下了车，林健醒了一下，很快又头靠在月华的肩膀上，任由他架扶着他走向电梯口。他全身的重量几乎都压在月华的身上，让他架扶着他很是吃力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扶到了电梯口。还好出了电梯不用走几米路便是林健的那套房子，林健的车钥匙上串着他房子的大门钥匙。月华利用钥匙打开了大门，一个转身就看到他的林医生已经滑躺在地上梦周公。月华无奈地弯腰去扶他，一下子没有扶起来，他放弃了。等他进屋后才抓住林医生的双腿拖他进屋的，一直拖到沙发前他才去关上屋门。就是这样子，林医生也没有醒来。有点累的月华回到沙发前坐下，看着躺在地上依旧睡得香甜的林医生，又是好笑又是心疼，更多的是心酸。他会这般狼狈都是因为曾医生，可是曾医生对他没有半点男女之情。这么久了，曾医生连通电话都没有打过来，但凡有点感情的都会打电话过来问问他是否回家。可是曾医生没有打电话，他却不死心啊。他说了，他们才是一路人，可他内心瞧不起他，他背负着那么大的压力，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女孩子都不会嫁他吧。他和月华没有嫌弃他，很不错了。坐了几分钟，月华起身去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喝了，这才重新扶起林医生，扶他回到他的房间。他来这里来了数次，但没有进过林医生的房间。套房就主卧的空间最大，林医生的房间布置的简单大气。只是进入了房间后，何月华就看到了满墙都是曾小雅的相片，那些相片被放大了贴在墙上的，有曾小雅青涩时的，也有近期的，不用问也知道是林医生偷偷拍了曾小雅的相片，偷偷晒出来贴在他的房里。看着满墙曾小雅的相片，月华心情低落，受到的打击也很大。他勉强将林医生扶到床前，就没有力气支撑下去，手一松，林健就跌躺到床上。你就真的那么爱曾医生吗？竟然偷拍了他那么多的相片，还晒出来贴在你房间的墙上。月华酸溜溜的自言自语。床头柜上还放着一张合影照，照片上有很多人，应该都是他们的同校校友吧。林健离曾小雅挺近的，中间就隔了一个人。这张相片被装在相框里，摆放在床头柜上，可见林健对这张相片的重视。大概是他离曾小雅最近的一张相片吧，他便重视。除了这张校友合影照，还放着一本相册，
何月华在床沿边上坐下来，再拿起那本相册打开来看，没有例外，都是他偷拍了曾小雅然后晒出来的相片。翻看到相册最后面，才看到有几张是与诊所有关的相片，能看到他和另一名同事的，但主要是拍诊所内部的时候，顺带的让他们出镜的，与他满墙都是曾小雅相片无法相比。看完了这本相册，月华的酸意被推到最高，他忍不住去掐林医生的脸，说道：我爱你那么多年，一直在等你对曾医生的死心，等你发现我的好，等你明白曾医生不适合你，只有我才最适合你。你倒好，将曾医生放在心尖上，满房都是他的相片。你为了他喝醉了，可是他连通关心的电话都没有打过来。送你回家的人还是我哪一点不如曾医生？家世吗？好吧，他家世的确是不如曾医生。曾医生出身于医学世家，家里的人都是当医生的，也开有诊所，家底不错，在医学界的人脉也不错。被何月华掐了脸，林医生也没有醒来，气得他低下头去，就在他的脸上咬了一口。这一咬倒是把林医生咬得醒了，但醒来也是迷迷糊糊的，睁开眼看到有个女的在自己床前，他嘴里呢喃着曾小雅的名字，两只手抬起就搂抱住何月华，他被动地爬在她的身上。小雅，我爱你。林医生嘴里还在呢喃着对曾小雅的爱语，何月华念头一闪，不管不顾的就堵住了他的嘴。他喝醉了，错把他当成曾医生，他想跟他来个生米煮成熟饭，那样林医生就只能对他负责，他也能从林家诊所的小护士变成老板娘。嫁人后，他是坚决不会再负担家里的各种开支，他的小日子就会越来越好。这样想着，何月华还真的去扯林医生的衣服。可惜的是，林医生醉得厉害，跟他拥吻了一番后，又睡死过去，任他怎么推他、掐他、摸他，他都没有反应。真醉得厉害的男人是无法酒后乱性的。何月华学医理的，他懂，此刻也得到了验证。最后他只能放弃，但他没有离开，就和林医生睡在一张床上。明天起来看林医生怎么对他。曾小雅不知道这些事，她知道何月华在林学长的身边，自会照顾好他，送他回家的。他和战月看完了一场电影，从电影院出来已经10点。战月提议去吃宵夜，被他婉拒了。除了上晚班我会吃宵夜，平时我是不吃宵夜的，怕长胖。战月笑，其实我平时也很少吃宵夜，应酬的时候也就是喝2杯，不会吃的太多。曾医生，你在生活方面很自律吧？曾小雅还在回味着电影内容，边走边说道：还行吧，毕竟我是学医的，知道生活作息好与坏，对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。他生活作息很规律，饮食方面也很注意的，鲜少在外面吃东西，不是怕卫生问题，而是觉得外面的饭菜往往是重油重盐。当然了，也是他有这样的条件，上班的地方离家里很近。我平时工作忙，健康方面就没有很注意，忙起来的时候没日没夜。曾医生，认识你真好，以后咱们又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，你可得提醒提醒我注意一下身体健康，我可不想未老先衰。曾小雅看他2眼，笑道：战先生状态很好呀，比你入院那会儿好太多了。那是我在医院休息了很长时间才有这样的状态，健康方面的问题你有不懂的可以问我，那我以后就不跟曾医生客气了。曾小雅说道：咱们以后都是邻居了，战先生叫我名字吧，不用曾医生这样叫，那咱们以后就叫彼此的名字吧。养生方面的问题，我肯定会向曾医生请教的。哦，一时改不了口。两人边走边聊着，很快就坐着电梯下到1楼。楼下玩闹的小朋友相较于7点多的时候少了很多，大多数都被家长带回家。战月环视了一遍，
没有看到自家侄儿女，知道大嫂早就带他们回家了。其实你们有什么不懂的，向程医生请教，得到的帮助会更多更好。他的医术比我们都好。我家里就是爷爷奶奶提及程医生，都是竖起大拇指的，敬佩得很。曾小雅的爷爷奶奶是有名的老中医了，也是医学界的翘楚，对程医生这个晚辈都心生敬佩，可见程玲玲在他们学医人心中的地位。战月说道，我们家与君家来往密切，但程医生很忙的，一点小事情也不好麻烦他，也就我奶奶身体若有不适才会麻烦程医生过来看看，我们哪敢随便麻烦程医生呀。曾小雅想想也对，小事情的确不必麻烦成小神医，你们家应该有家庭医生的吧？他听说有钱人家都请有家庭医生的，小毛病都是家庭医生解决，不必去医院。他们这些有钱人一旦要去医院，代表是大问题。有是有，但我更相信你的医术。曾小雅笑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这样的年轻医生，其实还没有得到多少患者的信任。我上白班义诊时，患者挂我的号，很多时候是其他医生那里的号挂满了，他们着急不得己才挂我的号。不过现在好一点了，他是有真材实料的，出生于医学世界，从小耳闻目睹，还没有毕业，他都有不少看病的经历了。有时候二叔不在诊所里，有病人来看病，他在家都是他给病人看病的，所以那些挂过他号的患者，经他看过病后，发现他看病仔细，用药对症，患者的病有好转，渐渐就信任他这个年轻医生了。现在挂他号的患者就越来越多，只是暂时性的，我相信再过半年，信任你的患者会越来越多。战月就对曾小雅的医术很有信心，他是年轻的医生，但他从小就学医术了，比其他医生有更充足的经验。他的信任让曾小雅偏头看他两眼。两个人步行出了超市，外面还是很热闹，到处还是灯红酒绿的，很多人的夜生活才刚开始呢。曾小雅明天要上班了，战月也要上班，两个人没有再在外面逗留，直接回家了。战月先送曾小雅回家，看着她下车进了曾家大门，他才离开。诊所早就关了门，二叔年纪大了，他只经营到晚上9点便会关门。但夫妻俩还没有睡，战月送曾小雅回来，他们在楼上能看到。曾二叔看着开车离开的战月，对妻子说道，林医生讨好咱们2年，对小雅也是好的没话说。小雅连和他出去吃顿饭都没有过，更不要说看电影了。这个战月才认识多久呀？小雅就跟他出去看电影。咱们家小雅难不成也是看脸的吗？二婶说道，看脸怎么了？我也看脸呢。你年轻时要是长得不好看，我才不会嫁给你呢。再说了，战月哪里不好？他比林医生好多了。爱情没有先来先到的道理，只看合不合适，来不来电。小雅和战月合得来，能擦出火花，他们相互欣赏就行。林医生不是不好，但不适合咱们家小雅。你们男人心粗，没想那么多。要我说呀，小雅和战月那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战月又不是没有本事，我去外面打听过了，战月工作能力很强的。他除了帮忙打理他们战家的家族事业，也有属于自己的产业。战家的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，优秀的孩子总是别人家的。咱们家的孩子，也很优秀。想想自己家里的孩子，二婶无法昧着良心踩低自家的孩子，因为他们曾家的孩子也是很优秀的，只是领域不一样而已。曾二叔说道，小雅是医生，其实嫁个医生挺好的，大家还能讨论一下医术问题，共同进步。曾二婶赏了老公一记白眼，说道，要讨论医术上的问题，咱们家那么多的医生还不行，帮不到忙。医生嫁医生，大家都忙，谁顾家？